526匹马力，429磅尺的扭矩。有人会说，啊哈，这不就是一台更大马力的野马吗？我们称它为福特中的法拉利。什么？法拉利？怎么可能？哎嘿，这还真和法拉利脱不开关系啊！你就吹，把福特和法拉利之间都能扯上关系。哎，别急，让我们先从一段往事说起。1960年代的汽车赛事最大的看点是啥？福特和法拉利之间的竞争。在当时，这两家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著名的耐力赛——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这段时间被称为战争年代。在上世纪60年代初，法拉利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一些合作协议的破裂，福特汽车公司决定挑战法拉利的统治地位，这导致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福特与法拉利之间的对抗逐渐升级，最终成为汽车界的一段传奇。1960年代中期，福特推出了 GT40 赛车，该赛车在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挑战法拉利的统治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发展，福特 GT40 在1966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实现了福特公司期望的首个胜利。随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连续取得了勒芒赛事的胜利，打破了法拉利在这个赛事上的统治地位。这场福特与法拉利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一场赛车竞技的对决，也是两个汽车制造商之间技术和工程实力的较量，以及品牌声誉的争夺。这段历史也被拍成了电影《
Ford v 法拉利。1965年推出的肖比 GT350R 使用了一种经过改良的 V8 发动机。最初，这款车搭载了一台289立方英寸、约 4.7 升的 V8 发动机，它的设计基于福特的 Windsor 系列引擎。谢尔比团队对这台发动机进行了诸多改进，包括更大的进气阀、高性能气缸头、特殊的进气系统和排气系统，以及引擎输出的高功率和性能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卡尔·肖比和里艾科卡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通过他的眼镜蛇 Cobra、福特 GT 和谢尔比野马、肖比 Mustang 项目，谢尔比为福特的全面性能 Total Performance 营销计划注入了一些实力和可信度。于是便有了 Ford Performance， 而肖比更多的变成了一种精神图腾，就好像是梅赛德斯奔驰的 AMG、奥迪的 RS、宝马的 M-Power 和本田的 Type R。那么如今这台被印上 Ford Performance 外加眼镜蛇标的 GT350R 又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它到底和法拉利有什么关系呢？多年来，平面曲轴 V8 发动机一直出现在法拉利和其他欧洲超级跑车上，主要是因为它们强劲的声浪、高转速、极具个性的特点。现在，福特公司的一个产量更高、更具亲民性的美国标志性跑车提供了这种引擎，售价为$56,495的2016福特肖比野马 GT350和以赛道为重心、售价$63,995的 GT350R。没有被人为炒作前。这台 GT350R 的全新 5.2 升发动机并非是其他野马车型所配备的 5.0 升 V8 发动机的任何特殊版本。与其他福特 V8 发动机相比，只有气门卡子、后密封圈过滤器以及一些紧固件是共享的。不同的气缸孔、水道和缸盖螺栓要求采用了新的发动机模块、曲轴连杆、轴承、气缸头、进气和排气阀、油底壳、油底时驱管和后曲轴密封都是独特的。尽管排量比 5.0 升大了 20%， 新发动机却轻了13磅，还拥有更高的压缩比，来到了 12.0:1， 10%更高的容积效率、更低的摩擦以及惊人的8250转最高转速，这一切都来源于平面曲轴设计。然而，平面曲轴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震动。横向抖动力比我们通常处理的力要大。为了解决问题，福特直接买了458和卡利福尼亚的发动机。发动机团队在性能方面以法拉利458的平面曲轴 V8 作为基准，而车辆团队则对装有同样发动机前置引擎的法拉利卡利福尼亚进行了噪音、震动和粗糙度分析。经过了大量测试、观察零部件以及它们如何实现一些功能，莱德纳表示，这次福特比法拉利做得更好。5.2 升 V8 Voodoo 发动机一开始就是团队的设计目标。设计工程师莱德纳表示，一个严肃的赛车，同时也能够在街上行驶。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轻量化和高性能，不仅仅是动力，还有扭矩曲线和动力宽带的广度，特别是在赛道上的使用。最初的目标是7500转时输出的500匹马力和4750转达到410磅时的扭矩。经过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我，团队将目标提高到每升100匹马力，然后超额完成了目标。在7500转的时候提供了526匹马力，以及在4750转时的429磅时的扭矩。最初发动机的红线目标是在8000转，但当制造硬件测试和开发后，团队验证了可以进一步推向8250转。在密西根州 Granton Raceway 对 GT350R 进行赛道测试期间，团队被这款平面曲轴 V8 的引擎所深深震撼，也被评为了2016年最佳发动机之一。讲到这里，我知道你想问啥，平面曲轴跟十字曲轴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就拿 Coyote 和这台 Voodoo 做比较。Coyote 的点火顺序是左左右右，而 Voodoo 的点火顺序是左右左右，两边都对称，就相当于 Coyote 发动机十字曲轴是而 Voodoo 的发动机更像是。看到这里啊，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这个轮毂是黑色的？其实它是一个碳纤维轮毂，可能北美这边倒车比较严重吧，但实际上是当年福特没有足够的科技让这个碳纤维变得好看。Well， 包括这后面这么大一个碳纤维尾翼，我说真的，如果这是保留碳纤维色的话，会显得这个车更加高级。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福特可能当年确实经费有限，可能里面没有那么好看，做的比较粗糙，把它喷成黑色。可能高情商的说法就是低调吧。包括像这里的位置啊，
福特好像都没有把它做到一个很整的状态。我曾经也问过福特的经理，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能把一台车做得十分的整，每一条线每一个 panel 都对得上？那个经理是这么跟我说的 ：“It's a Ford. What do you expect？” 据说这个电磁悬挂能有效吸收路面的过多的回跳，那么我挺想试一试的。OK， 我们感受一下这是开起来怎么样？怎么感觉跟野马 GT 差不多？是不是我模式没切对？换个模式试一试。然后 Sport。What? What? 啊！真的，这一刻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 ，Nothing matters。我不管这个缝隙是不是左右不对称，我不管它是不是开起来像条船，这个就是你唯一想要的东西。前305后315的宽度 ，Cup Two 轮胎，外加这个桶式的 Recaro 座椅，还有这个6速密齿的档比，哇，每一个档位是吸进去的。什么本田 S2000，什么 VTEC。这个车最好听的地方就在3000到4000转这个地方，因为3000到4000转这个地方，它能多出150磅尺的扭矩。哦，这个感觉，这个推背感瞬间就来了。哦，油门、刹车、离合都恰到好处，根子哇！外加它这个电磁悬挂，把路面过多的信息、过多的弹跳过滤掉，但保留给你的却是你驾驶者需要的东西——路面反馈。再知道为什么 MFG 里面那台86要改电磁悬挂了吗？包括我拉高转的时候，前面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黄色的闪灯，这就是告诉像我们这种本田的 fanboy 不要踩过头。8250转红线，还有什么 VTEC？VTEC is the best, but V8 is even better. 那我可没烧你的胎啊！
之前的老粉丝知道，这是我们之前那期 R33的和我一起讲解车的这台车的车主，名字叫做 Jack。那么 Jack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你买这样一台车呢？我一直都想买一台就是纯纯玩的，开出去能很爽的车，所以这车大 V8刚好是我很喜欢美国车，然后呢再配上这个 Tremec 的手动挡，就完全就是我刚好要的那种感觉，就是周日大早上起个床出去开就玩一玩，我觉得非常棒，在我心里是个非常完美的车。我相信我有粉丝肯定问啊，这时候这台车都已经10万多块钱了。当时我记得福特的车装纸 MSRP 应该是在7万多左右，加完选配外加上 dealer 的 markup， 这台车肯定要去到12万，相当于12万块钱你买一台更高性能的野马，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个人原因是我非常不喜欢保时捷，因为我觉得保时捷的这个价格跟马力比太低了，我就觉得你花那么多钱买个500匹，我觉得真没必要。因为我是个玩美国车的人，我很注意就是马力这个数字啊，所以我觉得那么贵那么小马力没有必要，加上保时捷那些车，哎呀。我这种玩车的方式就是我也不关心什么，我关心一个自己爽，我也不关心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开一台野马，人家说哎就是台野马无所谓，我不关心你怎么看我要的我自己开出去我多爽，别的我也不管，就那么简单嘛，对不对？玩车求个自己开心，还能要求什么？因为在北美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宣扬个性的一个地方。对，北美比较喜欢有大一点的东西。你在欧洲，我完全能理解，你要开一个小保时捷，在街上嗡嗡嗡穿来穿去很舒服。北美这地方什么都大，你开那么小一个车，在大街上那个道都那么宽，你车就是那道的一半，没必要。咱们买大车，咱玩大车。而且我个人本来就长得比较大个子，对，那保时捷我坐进去我就觉得挤，特别718那种，我开朋友那 GT4 给我自己挤的，哇靠，对吧？松那离合。感觉在那儿跳舞啊，多少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北美这边一般什么东西都大，你看我们吃的那些扬州炒饭，对吧？国内估计就这么一碗，这边这么大一坨过来，买一份炒饭够2个人吃。就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开本田，后来换了192 M3，然后呢，我就觉得在北美这个地方，你说弯道吧，尤其是加拿大这种地方，你说弯道吧，没多少。像安省多伦多这边的话，你想找一条山路或者弯道比较多的路，那必定是打卡圣地，因为很多人就会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大直道。你看像401，有时候堵车，有时候什么之类的话，这也是造就了一个北美的一个 American Muscle 的文化，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操控。但是说回来的话，这台车的操控确实很好。对，因为它不是一台普通的野马，它做了这个电磁的悬挂，再配上这套碳的轮毂，它的 steering 是非常 tight 的，不会有那种虚位。普通野马开起来就是，虽然这一代野马已经比上一代好了非常多，毕竟已经是独立后悬挂了，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就是传的感觉，因为它确实连接的没有那么硬核。但是这一代，特别是 GT350R 配上这个 R Package， 这个悬挂跟这个轮毂，真的让它的这个驾驶感觉再上了一级。那家我之前有过一台 GT350，那辆车跟 R 的最大的区别，你可以理解为 GT350是一台有好发动机的野马，350R 是整个包裹，它不光有好发动机，它有好的悬挂，它有好的轮毂，它整个包裹包在一块了。那样的话，这辆车才是完整的。350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动机的野马，也就是说 5.0 的野马 GT 相当于保时捷911。那么 GT350 相当于911的 GT3， 而 GT350R 则相当于保时捷 GT3RS。对，更高的 GT500 相当于 Turbo S 这样。对，因为 GT500 更加是偏于是一个 GT 车，就是开长途的。因为那车的重量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哇，怎么这么重，怎么这么重？不，那车跑赛道真的没有给你350的感觉。光发动机上那一个机增就已经加了那么多重量了，对不对？双离合也不是给你用来，就是说实话，也不是给你自己玩着跑赛道用的车，所以那就是算个大 GT 车，真的就是跟 Turbo S 相当于对比的车了。说到这里，你对这个车的保养是怎么样一个进行的？怎么说呢？我开的公里数实在少，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保养。但是我知道我之前那台350那辆车，我开到了3万公里左右。那辆车多少？哎呀，福特嘛，什么 oil filter、O-ring 无缘无故就开始漏油了。那辆车
是个早期的16版本。我除了 O-ring 我也没有别的问题，但是每次红绿灯一停下来，你鼻子就开始闻到机油味了，多少有点吓人，只能说。但是虽然换了一个，就那一个小 O-ring 也没多少钱，换了之后也没有感觉了，说实话。但是每次 idle 的时候，那股味道真的让你有一种觉得车要爆了的感觉。在北美这边买美国车的好处就是建便宜，修起来便宜，而且件特别充足。对，说到这里的话，这台车我知道是17年是早期版本的 GT350R， 应该会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网上反映很多它会存在一个爆引擎的现象出现。作为车主你的话，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呗，大概是怎么一个问题？就前期的这个 Voodoo 发动机，准确说就是油泵啊那些东西，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有时候油会到不了一些需要的地方，导致它爆缸。或者我听过最抽象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福特店给一台 GT350做保养的时候，无缘无故掉了个 socket 进去了 head， 但是这个事情多少有点不是车的问题，我觉得，但是确实有这回事，事在人为。我只能说，福特的员工有可能确实没有保时捷那么 extensive 的 training 吧，训练上面缺少一点东西吧。就好比说，哎，你能不能干？你能干，来上。别的虽然确实掉socket进 head 这个事情多少有点不理解的，我不理解，真的。对于你来说，这一台车你会想到去换掉它吗？还是说继续去保有这台车？在我眼里，我觉得 GT350R 这辆车接下来全部都变电车了。这辆车是最后一代，就是真正的我们所谓的 sports car。北美的眼里的 sports car 就是前面 V8，中间手动挡，后面2个轮胎在转，就这么简单。北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辆车我觉得是做 sports car 做的非常纯粹，非常好。它有 mid engine balance 吧？那肯定没有。你说 C8Z06出来随便瞎跑都比这车快，对不对？但是人家就主打一个性能，这车当年一开始是主打性能，当年在纽北上也比 M4 跑得快，同一年纪的 M4，对不对？但是这车现在过了这几年之后，这车驾驶感觉仍旧在 M4 慢慢就过时了。有些车它是永生的，就像 LFA 当年的507还有 Black Series 的 C63那种车，为什么人家还有人那么想要那车？因为那车好玩，因为那车有那一个特点，大 V8 大 V10 给你的声音给你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 F 系列的 M4 现在慢慢的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呢？就是因为它当年一开始就开始用涡轮增压什么的，把你的这个 driver 的这个因素从车里面给取掉了，所以让你就觉得哎，这车买来开开玩玩卖了。反正这种车不会，因为它不会过时，大 V8 高转这能过时吗？包括我们之前下赛道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新款的 S58M2 或者是 M3、M4 是车快，科技是代替了过去的东西，科技让你把车开得越来越快，但却少了一种我们讲的怎么讲灵魂吧？对，老一点的这种更加 raw 一点的，你看也没有电子补油啊什么的，没有帮你自己去 rev match 那种东西，你最后你都得自己学，对不对？根值什么你都得自己学。我就觉得现在有很多车不是你在开车了，这纯纯就是车在开你了，对不？我们玩美国车的人，我要的就是我开车，我硬干，美国车主打一个硬干，对不对？你看人家拿 Viper AC 而跑纽北跑到6分起步了，人家那还是个他妈 6 speed manual， 对不对？还是个6速手动挡，干啥呢？就往里推呗。就感觉现在的电脑 ECU 科技代替你做一切的东西，然而却让你少了一种最纯正的味道。你可能就是说你买了一块和牛，对，你加了很多的美味在里面，调味料、黑胡椒汁、噼里啪啦的海鲜酱什么再加在上面，吃起来哇很好吃。但是你吃的是什么？你吃的是酱，而不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就说现在这种 GT350R， 我刚刚也开了一圈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哦，我回到了我开 S2000时候的感觉了已经。有那种感觉。对，它就是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它就是一个更大北美的 S2000吧。对，毕竟 S2000是给欧洲还有日本做的，北美这地方什么都大，你也得稍微多一点马力，多4个缸，对不对？对，更大的排量。对对对，然后就是这种感觉，最后就是前置手动挡后驱，跟 S2000一样，但是它北美化的6速的手动挡，Voodoo 的发动机。我可以这么来讲，它是综合了192 M3 和 RS5 的一台车。就说有朋友跟我讲说，哦，如果你要买这台车的话，它是更好的一台192 M3，它没有192 M3 那么多问题，但是同时马力、操控、驾驶体验完胜192 M3。